嗨，大家好，我是 Tora， 我是 Henry。今天呢，就是咱们的老节目，2025年的时尚趋势如约而至了。跟大家分享一下2025就是有哪些流行趋势，哪些秀场 look 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穿搭灵感的，还有就是哪些单品可能就不再那么时髦了。如果说我们说的这些趋势是你喜欢的，你就可以这么穿，但如果你不喜欢，你当然也可以继续保持你自己的风格，或者比如说我们有说到一些不再时髦的单品，但如果你还是很爱的话，你当然还是可以继续穿，就只要是你有自己的风格，你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其实都是很时髦的。找到自己的风格是最重要的。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提供穿搭灵感的趋势或者是一个风格呢，就是 boho chic。在2024年秋冬的时尚趋势也有提到过这个审美风格，它就是比较波西米亚风，然后会有一些像薄纱呀、流苏、麂皮、钉珠这些比较夸张的一些时髦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包括我觉得你这副眼镜也是挺有 boho 的那种感觉的。对，它是有一些印第安啊，然后那种部落的那种风格。比较有这种风格的品牌，就像 Isabel Marant 秀场上大家穿很多大流苏的那种上衣，还有像 Chloe， 它一直也是非常有 boho chic 代表的一个品牌。这一季秀场真的是大量的看到了很多的薄纱，不管是男装还是女装。像女装上，我觉得薄纱做的非常好看的就是 Kate， 她做出了那种雪纺的材质。我觉得其实薄纱这个材质有点 tricky， 就是如果你做的不好，可能就会看起来比较廉价一点。但是 Kate 就把它做的特别的高贵的感觉。比如说还有一件雪纺的上衣，配上那种针织立体花朵的裙子，我觉得超级的美。桑老汉25年春夏的秀场也出现了很多非常 boho 风格的，比如说长裙配上皮衣，我觉得超帅。对，然后以及就是麂皮，我觉得也是2025年会继续非常强势的一个材质，就是像 miu miu 的秀场呀，包括爱马仕男装那一套麂皮的 look，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看。然后这些其实都是受到像 boho chic 这个审美风格影响产生的这些 look， 然后我觉得这是25年非常值得尝试的一个趋势。然后它里面呢就有很多元素，你就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元素去尝试。然后像男装的话 ，Andy Millermeister 他的秀场上也有那种透视薄纱的 look。但是它就是比较大面积的薄纱，对我来说我比较不敢穿。我觉得可以尝试的单品有，比如说像是它秀场上有那种薄纱的丝巾，适合像我这种刚开始接触薄纱类单品的男生。薄纱类其他的单品的话，像是 The Row 的男装，它有一件蓝色的薄纱衬衫也是非常好看。它的 look 就是里面一个白色的 T 恤，然后再加上一个薄纱的衬衫。我觉得这样其实搭起来就非常简单，然后也很时髦。然后像刚刚 Tora 讲到，就是爱马仕男装秀场上也有麂皮衬衫配上麂皮裤子，非常的 boho， 然后也非常的好看。可以穿，比如说像钉珠的，比如说我那条 Kate 腰带，或者是像流苏的元素。总之，我真的是看到了超级多好看的秀场造型，然后都有这些元素。接下来我还观察到一个很强势的风格，就是比较有宗教感，比较有 dark romance 那种暗黑女巫的那种感觉的 look。比如说像 Dua Lipa 穿去看 Chanel 秀的那个黑色的斗篷，配上一个帽子，我觉得就是很经典的这种宗教感的造型。秀场上也大量的见到，不管是像 Chanel 的春夏 Rick Owens 有一个超级好看薄纱，然后那种大的斗篷的 look， 还有像山本耀司，它基本每一季都会有这种感觉的 look， 以及像 Loro Piana 这种非常优雅、这种比较 classic 的品牌，也出了一件那种黑色的长裙，配了一个那种黑色的帽子，就很庄严肃穆，很有那种女巫的感觉。斗篷的元素啊，或者是长裙啊，这些我觉得也是2025年春夏非常值得尝试的一些单品。像我自己就特别喜欢就是这些秀场上的斗篷 look， 我觉得超级好看，就很有气场的感觉。放到现实生活中，我觉得像 The Row 出的那件就有点像斗篷一样的风衣，其实就是非常实穿的，接下来到来的春天都可以穿的一个单品。然后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这种风格和审美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也不一定非得非常的 drama， 感觉要去走秀的感觉，就是像日常的风衣啊、长裙啊这些单品，其实都是很适合日常穿搭场景的。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个廓形，我们觉得是2025年非常强势的，就是这种立体旋转的这种廓形，很多的秀场都可以看到。比如说像 Alaya， 它其实已经连续好多季就是以圆为灵感出了那种很大的立体的圆形的廓形。像25年春夏那一季秀就出现了很多那种圆形的大大的那种毛毛外套，然后还有圆形的裙子裙摆，像是 Kate 呀也有出圆形缠绕式的那种廓形的外套裙子之类的。还有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夸张，但同样也是圆形的那种剪裁廓形的，像 T 比的一个斗篷裙，它也是那种圆圆绕绕的一个
的裙子。然后还有像 Toe Time 呢，它的袖长上有一条白色薄纱的裙子，它底下裙摆也是这种圆圆缠绕式的这种廓形。我觉得不管是你想要很夸张很 drama 的造型，或者是你想要比较日常，其实都是可以利用圆形的这个元素放在你25年的穿搭里面的。男装的话，其实我觉得不止圆形的廓形，比如说像罗意威袖长上，它的裤子就是有一个大的褶皱，我觉得那也是非常有造型感，然后是很特别的。然后罗意威除了裤子之外，它的上衣也有就是那种褶皱廓形。我之前分享那件 Isabel Marant 的牛仔裤，它其实也是有通过褶皱，然后来做出一些廓形。然后25年还有一个趋势呢，就是皮衣或者皮草这类的单品还是会继续非常的强势，因为我们在秀场上，比如像 YSL 的秀上就看到了非常多好看的皮衣的造型，真的是很美，真的很好看。对，还有就是像 Kate 她的25年秋冬的秀上，然后她出了一件皮衣，然后配上那种毛领，就是纯黑的一件皮衣，我觉得超级好看。我还跟 Henry 发消息说，你看他是不是听到了我的心声？他把皮衣底下的那个螺纹的部分，不是叫松紧带，我之前说还是松紧带，然后我朋友纠正了我，他把螺纹的部分变成了纯皮的，我很满意。然后他那个毛领，我觉得也做得更有质感，就能感觉到 Kate 他其实一直有在产品上就是做进步。他有在看你的 blog。应该没有。然后像纽约时装周上就是有非常多我喜欢的秀场皮草大衣，我觉得做的超级的时髦。然后它的秀场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什么薄纱呀、薄纱配皮草的那些造型，我觉得都非常的值得借鉴。像皮草品牌除了这几个之外，你还有没有自己觉得比较推荐或自己比较喜欢的牌子啊？我觉得像是 Yves Saint Laurent 还有 Simonetta Rabizza， 这一个是法国一个意大利的皮草品牌，他们都专门做皮草的。还有包括我购物分享的那个 Noel Harmer， 它是算是新进的一个我觉得做皮草非常好看的品牌。然后像这些品牌，因为他们是专门做皮草，所以你就可以去它的那里面选你自己喜欢的廓形，而且我觉得他们的用料应该也是真的很好，因为毕竟他们有做皮草的很多年的经验嘛。不管是时尚品牌还是这种专门做皮草的品牌，大家其实都可以去了解一下。除了皮草还有皮衣啦，比如说像你买那件Isabel Marant的皮衣，我觉得就是非常的 on point 的，因为25年这一类的单品还是会继续很强势。其实我觉得皮衣它是一个经典的单品，潮流趋势再怎么变，其实这些单品都是一直会存在的，只是可能上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细节。所以我觉得像皮革、皮草类的单品很值得投资，因为你知道你可以穿很多年嘛。像 BV 它有出麂皮的裙子，这种就是算是比较特别的。还有爱马仕的秀场也看到它在裙子呀、上衣、外套做了很多皮革的元素，我觉得它把那个皮革和帆布这种材质组合在一起也是非常的好看的。我觉得不管是皮革的裙子、裤子还是上衣、外套都是很值得尝试的。然后我觉得这类的单品其实也不太容易过时。说皮草 LV 秀场上有一件白色的皮草大外套，我觉得超酷的。虽然我还没有尝试过任何皮草单品，但是我看到这些秀上这些模特穿，会让我觉得我还蛮想试看看。我一直在安利他，我就说你一定要买一件就是 Shearling 啊，或者是那种皮草的毛毛外套。我说我觉得男生穿其实超级的时髦。对，其实真的是蛮时髦的，只是我还没有碰到一个很适合我的。对，但这种单品其实也不用着急，就可以慢慢的找，因为我也觉得冬天的外套确实是很难买，就是你要找到你很满意的一件。接下来呢，就是像西服、西装、套装也是会继续很流行的一个，这个其实我基本上每一季都在分享，它都在我的时尚趋势视频里有出现过，但是就是它每一季可能流行的方向不太一样，可能有的时候是比较紧身 crop 一点的，但是像2025年呢，我就会觉得像紧身的西服可能就没那么时髦，今年就是很流行那种大廓形的，像Saint Laurent秀场上所有的 look 都是那种大廓形，然后衬衫系领带，它出现了很多感觉像男装秀场才会出现的 look， 然后这一季我觉得也是真的很妙的，它真的有在引领潮流，就在所有人可能都做比较性感呀 crop 一点的西服的时候，它做这种大廓形，像 Rihanna 她最近都已经有上身这个 look 了，我觉得就是真的很时髦。除了Saint Laurent，像 The Row 它的 lookbook 上也有出现这种大廓形的西服配上西裤，总之呢，今年很值得尝试那种大廓形、宽肩，然后很 oversize 的那种西服套装，包括裤子也一定要是宽松的，就不能配那种紧身的西服裤，就一定都是宽宽的那种感觉。然后男生的 YSL 秀场上也是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大廓形的西装，可以让我想到90年代的那种西装。看到很多品牌其实都是做扩肩的那种大西装嘛，但是我觉得区别就在于它的西装的长度，像 YSL 的长度我觉得是非常刚好，快要到臀部的位置，我觉得那个长度的西装就是很符合这个潮流，而且我觉得穿起来也是非常时髦，也是比较好搭的。太长的话，像是 BV 的25年这个秀场，它上面做的那种爸爸的那种西装外套，我觉得它的廓形虽然是非常好看，但是它的长度有点太长，
对普通人来说，我觉得是比较难。如果身高不够高的话，穿那种西装就很容易压身高，然后再加上你配更宽的裤子，普通人来说，像 YSL 那种长度的阔颈西装是最适合的。然后虽然我说 BB 的那西装有点太长，不过我觉得它的配色跟它不同材料的搭配，我觉得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包括是以前的那几季，像是领带，它会有一些鸵鸟皮啊，然后或是一些不同材质的搭配。对，我觉得领带在25年应该也是蛮时髦的。你看 YSL、BB 都有出现，可能以往会觉得女生是不需要打领带，但如果你喜欢这类单品的话，我觉得穿起来是很帅的。像 Rosé 她在舞台上的那个，我觉得就超级帅，就很 chill 的感觉。对，包括像 A$AP Rocky 她去开庭，她穿那一套西装，其实也是非常好看的。除了普通的西服套装，可以用裙子和西裤去叠搭，因为这个是在秀场上也看到了很多，比如说 BV 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它出了那种斜着的裙子配西裤，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你想要你的西服造型更加出挑的话，就可以去尝试这样的 look， 包括以前的 Old Celine。就也有这样的造型，很多年都一直在出的，25年又看到一个回潮这样。在 Prada 男装秀场上下宽上窄的设计，西装裤是那种比较低腰，然后比较宽的那种廓形，它的上半身可能是那种比较紧身的针织，或者紧身的针织配一个衬衫，就这样搭起来，线条跟比例看起来也是蛮时髦的。所以我觉得25年大家真的很值得入手一条宽廓型的那种阔腿的西装裤，或者 in general 我觉得阔腿裤还是会继续流行。然后像紧身的牛仔裤啊，或者是紧身的那种西服裤，我觉得是稍微比较没那么时髦一点的。像我觉得我购物分享里分享那几条，就前面有褶皱的那种宽的西服裤，就25年真的是很值得入手的。接下来一个很强势的潮流就是运动元素，这个呢其实是我以前比较没有尝试过的穿搭，因为大家其实很少看我穿运动装嘛。但是呢，我发现秀场上真的出现了非常多，就是也许我25年会去大胆的尝试一下，因为我不确定我穿是不是好看。然后比如说像 Miu Miu 秀场上的背心，外面套一个很运动的那种尼龙材质外套，我觉得那个很 chic。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看的 look 就是 Ralph Lauren 的秀场上 Naomi 穿的那一套，就是白色的那种薄纱长裙，外面套了一件运动的像防晒服一样的外套，那个 look 我觉得也是很时髦。Prada 25年春夏秀场上，它里面穿了一件超级重工的那种钉珠裙，外面套了一件黄色的像雨衣一样的运动外套，然后我觉得就是很有那种冲突感的一个 look， 非常的 rough。而且就连像 Schiaparelli 这种做高定的品牌，它都有出一个那种很运动的外套。然后我觉得 Schiaparelli 那件衣服是我真的非常喜欢，我愿意尝试。还有 BV 的那一件皮领，然后宽袖子的那件超级好看。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可能还会尝试一种比较偏时装一点的运动元素，还有就是像背心。然后我觉得像背心单品在春夏是非常值得尝试，然后也是 Henry 本人很爱的一个单品。对，背心一直都是春夏利用率非常高的单品嘛。除了一般的那种老头背心之外，秀场上都可以看到那种比较利落的背心造型，他们是搭配西装裤，是那种比较有造型感的阔腿裤。因为可能有些人不想要背心太细啊，然后他开的胸口开的太低，那我觉得这一类的背心就很值得大家去尝试。然后除了这一类之外，还有那种针织的背心，像是 Dior 它有一件就是上面有燕子图案的那种针织背心，针织的元素会让你的 look 看起来没有那么单调，可以再去叠穿一些像衬衫啊或这些外套，都可以做一些材质上的碰撞。所以我觉得背心的可玩性其实是非常高的。运动元素在男装上其实一直都可以看到。这一季迪奥它有出那种比较像户外的那种套装，球鞋、长袜，然后配那种短裤，那种比较机能的那外套。他是不是穿太多 Miu Miu？所以宇宙的尽头是 Miuccia。所以说，综上所述，我觉得像这种运动外套呢，在25年其实是非常流行的一个单品。我不一定会尝试，但如果你很适合这种衣服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去大胆的尝试，把那种比较重工、比较女性化的衣服去跟这种运动外套去做一种混搭，我觉得是很时髦的一个 look。刚才 Henry 也说了，针织材质的背心他很喜欢嘛，然后针织元素也是25年非常强势的一个单品，就是针织类的任何东西。因为针织类呢，它其实可玩性是非常强的，它既可以做出非常夸张、很 dramatic 的造型，然后也可以有一些非常适配日常的单品。比如说呢，像是我的爱牌 Kate， 它25年春夏就做出了很多针织的东西，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网状的针织，有立体花朵的裙子呀，它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设计。还有做那种非常重工的针织上衣，配上一条比较简单的那种针织裙，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然后针织类的单品也是我自己本人很爱的。迪奥男装上也可以看到很多针织的单品，不只是我刚刚说的背心，包括像是帽子，然后还有它的鞋
鞋子，它也都是有做一些针织元素。除了一些比较 drama 的造型，我觉得放到日常来看，一个品质好的针织单品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就是一件基础款的羊绒毛衣，找到你喜欢的廓形，然后我觉得这个在你的穿搭也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像这种最基础款的羊绒毛衣，你不仅是可以穿在里面，你可以在跟衬衫 T 恤做叠搭，或者你可以把它披在外面，我觉得都是很好的。然后像是 Loroviana、Kate、The Row 上一期跟我分享的 Lisa Young， 他们的都有很多基础款品质好的羊绒毛衣可以供大家选择。针织的上衣、针织的裤子，我觉得25年都是非常时髦的一些单品。我最近发现一个牌子叫 Meta Compagnia Collective。这个牌子的羊绒我觉得做的非常好，就是摸起来是那种很厚实，然后又很舒服的一个羊绒牌子。包括我看到 The Row Lookbook 上的男装，就它很多针织的，像是开襟衫啊，或是那种简单的素色毛衣，可以搭一些衬衫或是 T 恤在里面，我觉得都很好看，然后而且也很有借鉴的意义。就是你不一定要买到 The Row， 但你可以找到相似的单品，然后去穿出它那种感觉。毛衣我觉得尽量不要找太复杂的，就是那种素色，你虽然看起来可能很普通，但其实这种普通的东西是最耐看、最百搭的，好的材质也可以让你穿得更久。接下来在配饰方面呢，我觉得首先是包包，比如说我最近刚买的那个 The Row 的 Terrace 就是那个形状的包，很多牌子都在出这个，比如说像 Shoulder Birkin 的回归，然后 Prada， 包括前段时间试到 Phoebe Philo 的那个包都是这个廓形，还有像是 BB 的 Andiamo， 反正就是这样子长形的大包，我觉得都是今年非常流行的。我觉得对男生来说大包，反正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了。你种草超多的。对啊，包括像是 BB 的大号 Andiamo， 然后还有那个 The Row Margus 都是很好看的，不仅是它很能装，然后造型上也是很加分的。但是我觉得大包重量还是很重要了，因为如果它这个包本身太重的话，然后你再放一堆东西进去，想要背它的意愿就会低很多。但是你还是想要那个 Andiamo， 那 Andiamo 超重的。但是 Andiamo 还是很好看，就是 Andiamo 的话，我愿意为了它就是锻炼一下身体。包括爱马仕那种大的 carry 包，我觉得男生也是很值得去尝试。如果你够。说完包包呢，就说一下鞋子。薄底鞋在25年会继续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我觉得像松糕鞋啊那种，虽然秀场上可能时不时的有看到，但我觉得它没有形成一个趋势。大家还是更倾向于选择像薄底鞋，不管是薄底的芭蕾舞鞋、薄底的运动鞋，还是薄底的那种网状鞋，像是爱马仕的那个 Jet。Sneaker， 然后罗意威的 Ballet Sneaker，Alaya 的芭蕾舞鞋，不管是网状的还是钻的，我觉得25年也都会继续非常强势。包括 Alaya 最新出的 campaign， 它依旧穿的是这一双鞋。接下来也是一个配饰上的趋势，首饰这类的配饰，我觉得就是大是很重要的，就是一切就是要大。比如说我最近新买那个 Jacquemus March 的墨镜，是那种很大廓形 oversize 的那种墨镜，我觉得在25年的秀场上也看到了非常多，像是桑朗汉秀场上 Bella Hadid 戴那种超级大廓形的眼镜 ，The Row Lookbook 上是那种圆形 oversize 的墨镜，可以在25年去试试非常大的 oversize 的墨镜或者眼镜。Kate 和 Olivia People 最近刚 drop 了一个新的联名，然后也都是那种很大廓形、很时髦的眼镜。而且我觉得墨镜也可以去尝试一种那种 see through 的，就可以看见你眼睛的那种，那种我觉得也很时髦，而且你在室内也不用摘下来，它就是你造型的一部分。然后呢，存在感很强、很粗的那种项链叠带，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如果大家最近就是有在看我们的 vlog，我其实一直是在去试一些比较粗的项链或者比较大的戒指，因为我觉得这个就会是这几年的一个流行趋势在首饰上面，所以我也希望我能找到就是非常好看的那种粗的项链和大戒指。大的项链我现在觉得非常好看，就是 Tiffany 的 Hardware， 然后我觉得它们叠在一起很好看。还有就是像 Cartier 它的猎豹的那个项链，就是粗粗的，它有个猎豹头在那，然后它可以放长戴，也可以把它就是当一个 choker 戴。还有宝格丽的那种蛇形的项链，最近回归的 Tubogas 那个系列。我之前开箱宝格丽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说过，就是说我很喜欢 Tubogas 那个系列，但它已经停产了，然后结果它就回归了。对，他们都有听到我的心声啊。大戒指，就比如说我之前试到的那个宝格丽 Trombino 那个戒指，我觉得那个系列的戒指都非常的好看，就是几个鸡尾酒戒指叠在一起，像灭霸那种戴法，很好看。而且我们的穿搭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一点的，所以这种比较夸张的饰品在我们穿搭上就是会比较加分。Quiet Luxury 就是去年非常火的一个话题，它其实在2025年其实会没有那么的强势了，就大家可能想要更有个性一点，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还是很喜欢 Quiet Luxury 的，所以这个也是回到我一开始说，就不管这些趋势是怎么变的，就是你还是可以继续穿你喜欢的，或者说今天我提到的一些不流行的单品，你也还是可以继续穿的。找到一个你自己的风格，然后你可以一直持续的在这个风格上做一些小的变化。对，就根据你自己的心情、性格去做一些
些变化反映在你的穿搭上，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对，我觉得就是这些流行趋势最主要只是给你一个参考，在这些趋势中你可以找到一些适合你的元素，融进你现在的穿搭。好了，那以上这些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2025年时尚趋势，然后也可以在留言或弹幕告诉我们哪些风格是你想尝试的，或者是哪些我们今天没提到但是你觉得非常强势的一些风格趋势，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